移民身份零投资，独立签证最超值。移民不是要投资买房或者捐款当盘子吗？还有零投资？其实全世界有超过40个国家，只要证明能自给自足，不用投资捐款也能合法拿居留，甚至拿护照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只要证明不是住米大虫就能移民了吗？今天就来深入研究独立财力签证这条移民路要怎么走。Let's go。独立财力签证听起来很玄耶，麻烦用一句话版本讲清楚这是什么好东西嘛？一句话，政府不怕你移民过来，他们只怕你穷。IMV 全称是 Independent Means Visa， 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名字，比如是被动收入、受益者签证、退休签证、非盈利签证，甚至数位游牧都归属这个类型。逻辑很简单啊，只要不抢当地人的饭碗，有钱在当地消费，你就是财神爷了。所以只要证明去花钱，而不是去赚钱，就有铺红地毯欢迎我咯。这就是跟投资移民最大的区别。投资移民是先要交入场费，拿钱去买房、开公司，风险都在你身上。但独立财力签证不用把钱交给别人，只要秀秀存折就能过关了。每月领退休金的长者，定时收租的包租婆，或者是靠股息利息过日子的躺平一族，这些被动收入来源都是开门的钥匙啊。那像我这种依靠网络自由接案赚钱的人，也不是赚当地的钱，这样算吗？算啊，很多国家的条款其实都适用，或者他们有专门的数位游牧签证。其实很多人早就手拿门票，只是不知道入口在哪里啊。资格算是有了，但重点到底要多少钱呢？很多国家的门槛只要每个月有1000到3000美金的收入，最低才1000美元，这就能移民？这笔钱在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已经能过上高品质的生活，有些国家也接受存款证明，大约3万到10万美金放在银行也算符合资格。真的是刷新三观啊！这门槛真是破盘价。还有这通常都是全家餐，大多数都允许带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一起申请。一人申请，全家带走。大家以后看到关键字就要懂啦，被动收入、数位游牧、非盈利签证，这些都很可能是你的移民通道哦。门槛低是好事情，但这么多国家有类似政策，总不能闭着眼睛随便夹吧？所以我都分类好了，有些人是护照控，有些人是守财奴，还有些人就是想去欧洲躺平嘛。能不能给出具体的名单数字呢？这样才有做功课的方向嘛。可以来看第一条路径，叫做时间换护照，首推拉丁美洲。时间也能换护照吗？实际上要多长呢？像是阿根廷的被动收入签证，月收入大约1500美元就能申请，连续居住2年就有资格申请入籍了。这比欧美短很多耶。不过阿根廷的通膨不是很刺激吗？汇率也像过山车。只要赚的是美金，汇过去在那边用的话，会过得像皇帝一样啊。有稳一点的选择给小心脏的朋友吗？看看乌拉圭，已婚人士住满3年就能申请入籍，而且海外收入有10年的税务假期。这2个国家我们之前都有做过专题影片，有兴趣的回头去补课了。只拿居留权好像有点亏，既然都花时间去住，顺便拿本护照就最好。但在拉美国家真的能拿到小本本吗？实话实说，符合资格跟拿到护照中间还有一段距离，实际上要看当地行政效率、西班牙语的能力、经济状况，还有南美洲慢生活嘛，你懂的。言下之意就是要当个奉公守法的好市民，每年税金交好交满。但重点是，这依然是目前少数不用花大钱，只靠真实居住时间加上每月生活费就能申请入籍的通道哦。那如果对护照没那么执着，有没有能合法税务优化又能拿居留权的选择呢？来看看第2条路径，首推属地主义的2位爸爸。姓马姓郭的2位吗？
是巴拿马跟巴拉圭。先说巴拿马，退休签证很受欢迎啊，只要证明每个月有$1000的退休金或年金，就能直接拿到永久居留。重点是钱汇进巴拿马之后，无论是花掉还是存在银行，税率通通都是0。这就跟很多国家的全球收入课税差很大耶。还有巴拉圭，只需要一本护照加上出生证明，以及过去3年的无犯罪记录，就能申请临时居留权哦。这合法吗？拿红色小本本可以申请吗？这是中国特色的护照巴拉圭当然要给予特色待遇了。嘿嘿，有什么政策优惠吗？你也知道，巴拉圭是台湾在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，如果拿台湾护照是可以免签入境，办居留也会很顺利了。但如果持有的是中国护照，可以直接跳过了，别浪费时间。好高级的待遇啊，真的要感谢红色小本本啊。回到税务，巴拉圭对于海外收入也是免税，本地收入税也只有10%，被誉为南美洲税务最简单的国家。我就有朋友移居美国，住了几年很顺利就拿到永久居留，但也拿到一叠税单，经常都在说当个中产好累啊，税收高真的很有感。没错，而在拉丁美洲流行按属地课税，只针对在当地赚的钱课税，在海外赚的钱就不管了，实际上也管不着，当然没那么累了。这不是在钻漏洞，而是选择更友善的地方啦。并且在很多拉美国家，想获得永久居留身份都不会太难，生活开支相对来说也是很低。好了啦，避免大家误会在做广告，还有其他推荐吗？还有2个地方，像是阿联杜拜，个人所得税是0，还有马耳他，这里是欧盟唯一采入汇入制的国家，就是国外赚的钱只要不汇进马耳他，就不会被课税。只要按照个人收入情况咨询专业人士意见，好好规划，躺平生活不是梦想了。那如果单纯想住欧洲，过上喝咖啡、走石板路的生活，有没有不用砸大钱也能低成本进场的路呢？这就是第3条高品质的路线，像是葡萄牙、西班牙、意大利都有非工作型的 IMV 居留签证，门槛都比想象中要低了。听说很多朋友对西班牙的非盈利签证都很感兴趣耶。这算是最经典的独立财力签证了，基本要求是证明海外收入足够支撑生活，门槛是跟着当地的 IPREM 指数，现在标准大约是每月2400欧元。这笔钱够用吗？这只是门槛了，建议多多益善。但重点是不能在那边工作，要证明有稳定的被动收入，或者是拥有能支付开支的存款哦。稳定收入或者存款都行。那么隔壁的葡萄牙呢？葡萄牙有D7签证，门槛大约是月收入900欧元就能申请，当然了，也是多多益善了。刚才还提到意大利，这个又怎样呢？意大利也有选择性居留签证，大约要证明每年至少有3万欧元的非工资收入。欧洲啊，日常开支应该都很高吧，而且万万税啊。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是全球征税，住满183天就会成为税务居民，海外收入都可能要交税，所以这条路是去享受人生，而不是去省钱减税了。但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国家都不需要砸大钱就能进去常住，还能享受欧盟的福利跟生活环境哦。总的来说，想住几年就拿护照，首选是拉丁美洲；想节税省钱，要留意2位爸爸，巴拿马、巴拉圭。想低成本享受高品质的欧洲生活，可以看看葡萄牙或者西班牙了。高度总结，值得按赞耶。40国清单放在影片说明栏，你会选哪个呢？欢迎留言说说看法，有任何错漏也请多多指教。一路听下来是不错啦，但还有几个问题。首先，移民之后是不是一定会变成当地的税务居民，然后被课税课到爆呢？很多人一听到税务居民就瑟瑟发抖，但关键不是要不要交税，而是在哪里交，要交多少。不都是缴税给政府吗？有差吗？差很多
如果选的是巴拿马这种属地税制的国家，成为了那边的税务居民，是有可能帮你挡掉原本高税负国家的追税。这时候税务居民就是一个合法的节税工具了。这样看来，如果那些钱不是在原居地赚的，也不是在巴拿马赚的，这两边都磕不到我的税咯。没错，移民之余还可以重新设计税务结构，这才是神操作。还有，大家都说移民要拿身份，最好拿护照。如果不拿护照，甚至居留权都没有，是不是有点很亏的感觉呢？坦白说，这要看你想要什么。如果重点是安全的居住环境、自由出入的权利或者超低税率，那拿不拿护照其实都没差。不如举例说明一下吧。比如说移居泰国或马来西亚，大家都知道要拿这两国的护照超级难啊。但如果不想学语言，不想重新适应文化，只是想用便宜的物价享受退休生活，那何必一定要护照呢？也对，有些人只是想要安心过日子的地方，不一定要投票权哦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些签证都要求每年要住一段时间来维持有效身份呢？记住，独立签证的逻辑是政府给合法身份，换取你在当地生活消费，而不是一手交钱、一手交身份证的买卖，那是投资移民在做的事情。换个角度想，就是用身体在省钱啊。所以说，独立财力签证是一条被低估但完全合法而且极具可行性的移民路径。想清楚3个问题就能出发。第一，能不能证明有稳定收入？第二，想要身份自由还是税务自由？第三，是想要移民外国生活，还只是想要个备用身份呢？如果想找个备胎，或者犹豫要去哪里，来看看这支影片，说不定找到你的移民路径哦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朋友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悄悄。